天毛和牛现在日本已经有160多万头了，它也已经不再是那么贵的东西了。于是我就在居酒屋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。我的妈呀，这个它是一个正在打点滴的牛肉塔子啊！我反复看见了我的太太在向我招手。今天这家店我们是在代代木发现的，这是一个特别有生活感的地方。它的街边有很多的居酒屋，每一家都还很便宜，它会有一种千与千寻世界的感觉。就差一个汤婆婆把我接走了。很多日本上班族也会来这家店吃，那肯定没选错。一个小前菜是姜末牛肉，味儿很明显，还有点辣。牛肉比较像卤水牛肉，薄薄的一片配上姜末和葱，下酒菜。然后这个是牛肩肉，它虽然看上去没有高级烤肉店那么好看，但是它的脂肪分布还是比较均匀，所以还是有比较接近大理石的花纹。吃起来是一种非常家常的好吃，不会很惊艳，但是还想再来3片，就是很香，很想刨饭。黑毛和牛的油水都会比较多，看着这个肉从鲜红变成焦褐，然后汁水随着温度慢慢从肉的缝隙里流出，可能这个就是烟火气的温度，治愈。一口下去好像是在吃肉海绵，包不住的肉质和油脂就会流下去。这家的肉它真的特别嫩，这个菜的造型真的很独特，有点像寿司，有一点像牛肉塔子，一颗硕大的生蛋黄，它的用料是肉眼可见的扎实，就是扎实，吃一个 UK 都要打上点滴了。那个点滴就是他家的秘制酱汁，这个真的比你们想象中的还要大。第一口进去主要还是感受到蛋液的滑嫩，就像是炸丸子的肉馅生吃的感觉，然后再是下面那个糯米般饭粒的口感，就是一个饭团吃出了10锅拌饭的感觉。它中间的部分还有一些韩国泡菜，这个菜真的挺好吃，但你最好只吃一个。完了之后是牛心，就是内脏的香气会在嘴巴里扩散的特别快，它不是入口即化，但是它有弹性的嚼感，我还是想泡饭。果然烤牛心就是要烤到它里面有点点生软的那个时候最好吃啊。继续吃菜，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，也是他家每天限量的夹葱牛舌。这个造型很像四川的开口饺子，这个牛舌里面加的葱已经快要溢出来了。牛舌也是很厚实，每一面烤4分钟，它里面加的葱还是带着芝麻油的，就是一烤那个芝麻跟葱香就冒出来了。你咬下去的那一瞬间，这里面积累已久的葱香就会喷射出来，这个太好吃了，我的妈呀！有一刻让我想起了葱花饼。完了，你把葱味吞下去之后，再就是牛舌的那股肉香。我反复看见了我的太太在向我招手，等我有钱了，我一定要把不吃葱的人都抓起来，给我全世界种葱。完了，这个是牛的胸口肉，它的脂肪高达99.999%，就是一个烤过的肉味冰淇淋，入口即化，但是全是油。但你要是夹着生菜吃，好像也挺好吃的。薄切的牛肉烤起来像是油润版的牛肉脯，会越嚼越香。横膈膜肉就是完全均衡的选手，它没有缺点。我就是肥肉大王，柔软的像小熊软糖，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纤维感，就什么都让你蘸完了呗。肥肉还是不要吃太多了，大家。然后最后是一个隐藏菜单，一片比我脸还大的上脑肉。这个肉一般是用来做寿喜烧的，像这样简单烤一下，然后撒上调了味的葱，包起来放在饭上，再放一颗蛋黄，淋上秘制酱汁，一碗简单的烤肉饭就出来了。戳破蛋黄是不是有一种山间小溪的美感？其实没那么夸张了，但是上脑肉加着葱真的很好吃。完了再蛋液拌饭，就是黄金蛋液拌葱花和牛饭。发现这种居酒屋它不像那种高级餐厅，很有烟火气的同时还很有创意，非常好的用餐体验。阿吉推荐指数8.5分，嘎味儿。平时我们在日本吃过的那些有的没的，还很危险。这次回成都，我们又找了一个好吃的，又到了胀饭的日子啊！这家店的后厨还在米其林餐厅干过，这种新中式的菜真的很得劲儿。回成都最开心的就可以随便喝饮料，霸王茶鸡，回国真的很幸福。到了，先说没有接这个餐厅的推广啊，上一次来吃了之后真的觉得很好吃，所以我们才又来了。点的第一个小前菜是亲嘴豆腐，清理的清，这个豆腐的密度特别的高，咬下去的齿感特别扎实，配着旁边的豆瓣酱，现在就想下饭，甚至这个有点像在嚼鸡蛋布丁的感觉。下一个菜是热拌鲈鱼，不是鱼露，是鲈鱼哦。啊，装什么？刺儿是真的多，但它这个口感就是在鱼肉里面算很细腻的，特别是肚子上这种一大块，加一点香菜跟剁椒，酸辣开胃的同时又很上头，就像你在半夜嗦那个酸辣凤爪，又是一个下饭菜。他们家的柠檬加的真的很多，然后是茶碗蒸蛋，感觉每个川菜馆都会有，他家真的这个感觉比较像慕斯蛋糕，特别老成都的味道，而且它蛋里面还是调过味的，就是有一点点又咸又甜的感觉。上面的肉少加的是那种成都老酱油，酱香特别浓。到底是谁在说只有江浙沪才会用蒸蛋拌饭？我超级喜欢。这个蒸蛋你们一定要单点一个。然后这个菜是我今天的最佳，掀开盖子的时候已经在咽口水了。它接触你舌头的那一瞬间，你会感觉像是酸汤鱼的汤，但是你马上又可以尝到牛肉跟芹菜泡在汤里的米饭，米粒会很饱满，所以一口下去口感真的很丰富。特别是你把饭跟芹菜一起嚼，里面的酸菜跟芹菜真的很好吃。然后接下来是泡椒鸡，它这个真的很辣，它里面泡椒和紫姜的味道特别浓，还加了很多小米辣，有点自贡菜那个感觉了。泡椒的真的很辣。这是1人份的鸡汤娃娃菜，鸡汤不是很浓，但这种脆甜的口感真的很修正，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吃甜品吧。它还是一个糖油果子加冰淇淋的组合，好怪啊！糖油果子还是得吃街边老店那种，很好吃其实啊。它是土豆炖排骨，那个很像我爸在家烧的那个味道，而且用的都是比较好的小排，一咬就脱骨的那种。那个土豆炖的也很入味，就连里面的心都能吃到红油的味道，而且还沙沙的，有排骨越嗦越上头。然后最后我们点了一个我最期待的菜，就川式腊肉拌饭，端上来那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就很诱人，腊肉的香气真的很明显，就很像你掰开竹筒饭扑鼻而来的那个味道。里面除了青菜末还有4季豆、5季豆、6季豆啊。为了配这个饭，点了一份干腰和炒，所以我发现他家的饭比他家的菜还要用心。就是总的来说，他家是那种分量不是很多，但是一次可以吃很多菜的饭店。感觉又说了一句废话，而且推荐指数8分，吃完再来一杯霸王茶鸡，这是补偿我的奶茶。好呀。
烧鸟其实已经成了我在日本的家常便饭，但是这次回国之后，我就很好奇，这不就烤鸡肉串吗？国内的店说不定比日本做的还好，我就去问了我在上海的日本朋友，才选了今天这家店。真的不愧是上海，改良之后的烧鸟原来可以这么好吃。这几天吃胖的真的很多，但是我们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。他家在新天地，我对上海其实不是很熟，但它有一点像日本的银座，好高级啊！店里的氛围真的很高级。直接开始吧，新鲜的生蚝吃起来就很像果冻，就那种生蚝淡淡的甜，它还有一点点苹果醋的味道，很开胃。吃不来生蚝的人吃这个也很开心。这个菜它真的是蚂蚁，据说是来自长白山的蚂蚁。长见识，第一次吃蚂蚁，口感其实比较像柴鱼或者蚂蚱，那个 Q 弹的鱿鱼配上冻醋，里面还有一点点海胆，就这一口蛋白质直接拉满。但其实你尝不到什么特别的味道，主要还是那个鱿鱼的味道特别香。鲍鱼的肝永远都是一种神奇的食材，茶苦中带着一点回甘，就像是用比较青涩的梅子做的梅子酱的感觉，还是挺香的。我觉得刺身里面最喜欢的还是大腹，你空口吃都能吃到金枪鱼脂肪里的甜味，还有一种鱼肉的奶香，这个吃起来像橘子味的钵仔糕，刺身的口感橘子的果香。把刺身作为前菜，你真的会越吃越饿。又是第一次见到吃法，可能是因为鹅肝刮成了粉状，所以鹅肝的味道会更浓。它这块油脂刚刚好的中腹，就像是裹了一层花生酱，吃在嘴里甚至绵绵的。这个菜如果它能给我上2坨就好了。这个像 taco 一样的菜，最下面是鳕鱼皮的薄脆，上面是生牛肉、甜虾、海胆、鱼子酱，加上一点紫苏叶的小花，吃起来就是肉感特别足。下面那个鳕鱼皮特别油香，就特别像东北煎饼里的薄脆，真厉害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烧鸟了，我怎么感觉比日本还专业啊？非常的夸张。鸡腿肉的梅子酱刷的比较多，虽然盖住了一些炭香，吃得出来芳龄不超过18就出来工作养家。鸽子腿的那个肉的韧劲，就让我想起了第一次吃兔子肉的那种感觉，没啥汁水，那就是嚼起来特别香。它那个肉吃在嘴里面的时候，非常像鹅肉的味道。毫无疑问，我最喜欢的蔬菜的环节，它里面的水煮的真的很好。这个东西在日本卖的很贵，鸡心依然很有嚼头，但是吃起来有点像卤鸡胗的味道，但是它的里面还是软嫩的。这个烤虾的味道很厉害，它像是被鸡汤泡过，虾肉里面浸满了鸡皮的精华，嚼起来就是脆糯脆糯的口感，好神奇的味道。内腿肉是最难烤的，这个鸡皮很像北京烤鸭里面单独拿出来蘸白糖的那个部位，咀嚼的时候能清晰感受到鸡汤在往你的喉咙里面灌。它这一块的鸡肉吃起来特别像牛蛙的后腿肉，这串是鸡脚筋连的鸡皮一块烤，里面还有一坨小脆骨，然后是蹄灯，这个是他们家特制的蹄灯，跟别的蹄灯还不太一样。后面的那块肉用的不是卵巢，而是鸡心的边，所以这一串其实很奢侈，因为蹄灯的那个蛋液和鸡心的味道特别配，就是你的牙缝间都是蛋液的味道，你的舌头跟生喉都得到了同等的待遇。这个是一个烤年糕加海苔，咬开年糕中间还有芝士，奶香特别足，其实很像早市上面那种糖饼。最后的主食是和牛海胆饭，就是烤肉盖饭有些时候会很干，但是海胆就刚好弥补了这一点。用蛋液裹满饭粒之后，一定要一勺带着海胆跟和牛，在和牛的脂肪化开之前，先尝到的是海胆加蛋液的味道，然后和牛的油味再会慢慢上来。这个菜特别的扎实，因为它是用的很厚很厚的一粒和牛肉，这种黏糊糊的拌饭真的很好吃，像是米饭版的东北黏糊麻辣烫。海胆拌饭真的很好吃。最后的甜品是哈密瓜，但是加了茅台，我没这样吃过。这个跟西瓜上面撒盐是一个道理吗？没有吃过粉菠萝，吃起来有一点百香果的味道，好好吃啊！怪不得粉菠萝卖这么贵。总的来说，现在国内的烧鸟怎么这么厉害？感觉比起日本来说，真的很多创新。阿吉推荐指数8.5分，嘎巴样，好撑啊！和牛是日本从1956年起改良牛中最成功的品种，也是全球公认的最优秀的肉用牛。所以就算日本人没身份证，但这牛必须得有，就这么拽。又到了吃和牛的日子。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，它在日本的和牛界非常的有名。其实日本的很多大佬都很喜欢在这家店谈生意。他家在银座，这是一个日本富人很爱消费的地方，好东西很多，但都很贵，可能我这辈子都逛不起。哎，好了，不要讲那么多废话，再讲一点吧。こんばんは。17時半予約した理由です。2人で。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前菜的设计非常奢华，一个小木盒子里面装了鱼子酱、和牛、海胆，鱼子酱的爆破感加上海胆的鲜甜，我怎么感觉这个菜可以单飞？我第一次前菜吃出了过瘾的感觉。在他家吃肉的体验会很好，会有一个非常专业的烤肉师。里脊算是和牛里面比较瘦的了，但就算这样一口下去都很软，因为它的肌肉里面还是挤满了很多脂肪。里脊也是牛身上最稀有、最珍贵的部位，只有吃里脊的时候才会有那种感悟，原来牛肉本身是有味道的。感觉是那样嚼一坨不油腻的固体脂肪。后切牛舌是最难烤的一个部位，这一块是舌根肉，舌头上面最软最肥的部分。嚼牛舌真的是一种享受。其实我觉得不挤柠檬更好吃，因为我喜欢粉色部分那个奶味儿，又韧又软，也只有和牛的牛舌才能做到这种感觉。每一次吃横膈膜肉，咀嚼的每一下里面都有水冒出来，你能喝到牛肉汤。而且他家每一块肉的调味都不一样，淡淡的孜然味就很像烧烤。他家的沙拉真的很厉害，是用熟成的牛舌来做的，当然还是沙拉。下个菜，烤和牛虽然真的很好，但是多吃2口就会很腻。这个时候来一口白桃味的元气森林真的太解腻了，气泡很足也很清爽，白桃味很浓郁，但又不会很甜腻，像
像平时吃烤肉搭配这种气泡水，中和油腻，烤肉才会越吃越香。好来继续吃肉，这是一块介于牛胸跟牛腹之间的肉，其实就是胸腹隔膜，比普通的横膈膜肉更肥一点，透着光看就是雪花分布的更漂亮。可能这个就是肉很脆吧，进嘴特别像牛肉版的咸烧白，嚼得你满口油香。横膈膜是喝牛汤，这个就是喝牛油。这是一片很常见的横切牛舌，从舌尖切到了舌根，没那么软，但是比较脆嫩，吃起来会有嚼内脏的感觉。我还挺喜欢那个腥腥的味道。然后是一片牛腿肉，还配了个米饭，我特别喜欢和牛寿司。接着就是他们家最贵的一道菜，下面把三明治烤脆，然后会夹着牛里脊最中间的那个部分。对不起，郑中基老师，光是制作它的过程看着就很享受，边角料会单独切下来蘸盐吃，它是非常柔和的味道。外面一层吃起来又薄又脆，因为它是油炸的，所以能够锁住很多油水。烤得温热酥脆的吐司，加上鲜嫩多汁的和牛，还刷了一层微辣带着果香的酱汁，它那个肉的质感和虾很像，吃完特别的满足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和牛三明治。然后是一片水煮的薄切里脊肉，蘸上他们家特制的咸蛋黄鸡蛋泡泡，再加上了黑松露之后，就是你已经能闻到扑面而来的汽油味了。它很像坚果蛋黄酱包裹着和牛，鸡蛋泡泡里面还有神奇的颗粒感，就像麦丽素的心，脆甜脆甜的。它还是很贴心的，给你上了一碗饭，直接泡在刚才那个汽油蛋液里。这一口饭承载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黑芝麻雪糕，有点像冰淇淋版的铜锣烧。果然这家店出名还是有原因的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位儿就是没吃饱。